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峰2026命理推演系列，我是秉言子璇。提起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早已不仅仅是一档内娱的爆款综艺，它更是中国中生代女性重塑自我、打破年龄焦虑的时代图腾。稍微懂点玄学的朋友都会知道，今年的乘风2026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况。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全面跨入了九子离火大运，离卦在后天八卦中正代表着中雨与烈火。再逢60年一遇的丙午赤马烈焰，双火叠加的概率那是180年一遇，上一次还是出现在1846年。天时已至，这档聚焦中女群像的巅峰综艺注定要在今年迎来能量的最高潮。更特别的是，今年的浪姐主打一个八调伪装、真刀真枪、全开麦、零修音、真直播，也就是把明星们多年来的赖以生存的资本滤镜和后期修音撕得粉碎。作为我乘风2026命理推演系列的开门红，我没有选择最美的姐姐，也没有选择最稳的姐姐，我选了一位咖位极重、争议极大，甚至自带黑红体质的女歌手。没错，她就是曾经的双生天后，如今却频频处于舆论风暴眼中心的范玮琪。提起范玮琪，很多人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曾经她是顶着哈佛才女光环，唱着治愈情歌的纯白茉莉花，可是如今她却似乎成了华语娱乐圈情商盆地的代名词。从闺蜜反目到隐隐约约听说的誓言，再到近年来老公卷入的性骚扰风波，她似乎陷入了一个魔咒，越想立人设翻车越惨烈，越想解释招黑越严重。作为一名命理师，我看着范玮琪今年的动向，简直倒吸了一口凉气。在今年这个火炎土燥的夏天，面对直播全开麦这面照妖镜，他居然敢顶着漫天的争议杀入长沙这个大火炉，这到底是命运的绝地反击，还是忌神大运下飞蛾扑火的盲目冲动？他引以为傲的治愈嗓音，会不会在直播的高压下变成灾难级的车祸现场？别急，在预测他的流年星运之前，我们必须先破解他命运的底层代码。今天就让我用最硬核的命理手术刀，正式进入本视频的第一章：范玮琪出场设置大起底。第一章：范玮琪八字原局分析，面子与嘴巴的致命基因。第一节：气象底色被烈火烘烤的名贵盆景。我们打开范玮琪的命盘，他的八字为坤燥、丙辰、辛卯、己巳、辛未。我们先看五行气象和日元的强弱。范玮琪他的日主是己土，己土是什么？地天水有云，己土卑湿，中正蓄藏，不愁木盛，不畏水狂。己土它就是田园之土，它是花盆里的泥土，它最喜欢温润，用来孕育万物。而范玮琪他出生在春天的卯月，木气极旺，七杀当令。本来己土生于卯月那是比较弱的，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周围环境。年柱为丙辰，年干这里有一个丙火太阳高挂，而日支自作一个巳火，这是地旺强根。这个时支还有一个未土比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盆己土它虽然生在春天，但是木生火，火生土，火土结党，气势如虹。原本的卑湿之土，它硬生生的被烤成了干旱的燥热之土，因此这个己土它绝对不弱，不仅不弱，反而生极旺，而且它极度的偏燥。这种燥热的底色就注定了他骨子里极容易陷入焦虑、偏执和思维的短路，因为缺水。第二节，格局与喜忌，辰也印星，败也印星。接下来我们来定一下此命局的格局，找出它的喜忌用神。己土生在卯月，七杀当令。最妙的是它自作巳火地旺，它是正印。卯木生巳火，巳火生己土，这在命理学上叫做杀印相生。古诀云：杀印相生，功名显达。七杀它代表名气、压力，代表权力，而印它代表学历、修养、长辈和贵人缘。这就是他刚出道时能顶着哈佛才女的知性光环，一路顺风顺水、贵人相助的底层逻辑。但是这个八字它的火实在太旺了，所以凡事过犹不及。我们按照命理不弱亦强的基本原则，可以做出如下的喜忌论断。他的命局绝对的忌神是火和土，火越旺土越干，人就会变得越轴。印星一旦过旺，就会变成忌神，在心理学上就变成了极度的虚荣心、包袱感和自我感动。他的喜用神，也就是最渴望的五行是水，也就是财星，和金代表食伤。按照调后为吉的思路，这个命局太热了，所以我们必须用水来降温，也就是财星破印；土太厚了，就必须用金来疏通，也就是食神泄秀。第三节，做工路线与空亡的玄机。范玮琪他为何总是因意失意、口无遮拦？一个明星靠什么赚钱、博取名声，就要看做工。范玮琪的八字做工极其的典型，但也藏着致命的定时炸弹。明面上的做工是己土生辛金，这叫食神土秀，或者叫食伤泄秀。己土他最喜欢辛金的泄秀，他的月干、时干、辛金的双透。这个辛金它是食神，代表才华、嗓音、艺术表达。温和的己土去生精致的珠玉首饰之金，所以范玮琪他拥有一副极具治愈感的清透嗓音，他靠唱歌，也就是辛金来出名。这个命盘有两大致命的死穴：消印夺食和财星空亡。这个八字最大的病就在于年干的这个丙火和月干的辛金，他们紧紧挨在一起，就有一个丙辛合的关系。丙火是正印，是代表人设、面子；辛金是食神，代表嘴巴、表达、言论。
这个旺的丙火去克微弱的辛金，这叫做印制食伤。所以他为了维持那个知性完美人设，他拼命的压制，甚至扭曲自己真实的表达这个辛金。结果一紧张一冲动，脑子就短路了，会说出让人大跌眼镜的话。另外，大家注意到没有，他的八字极度缺水，全盘8个字没有一个水，唯一的水藏在城中的癸水，这是水的根气。不仅如此，本命局财星、子水和亥水在原局落了空亡。财星代表什么？不仅代表我们世俗意义的金钱，也代表对现实环境的感知力、界限感以及高情商。所以财星空亡就意味着他缺乏察言观色的能力和人际交往的分寸感。当利益或者友情出现冲突时，因为没有财这个情商来制约印，也就是虚荣，他可能下意识地干出落井下石，譬如隐隐约约听说这种因利失义、毫无边界感的蠢事来。第4节层次论断，一颗被过度包装，最终被反噬的华丽流星。我们来给范玮琪的命盘定一个层次。综合来看，这个命局的贵点是双星星，食神透出，这是老天爷赏饭吃的才华。而这个命局的大病就是火炎土燥，丙辛相合，导致印制食神，而且极度缺水，因为财星空亡，这就叫做病重要轻。这是一个典型的中高配的演艺命，但是自带毁灭性系统漏洞的命盘。在他24岁到33岁的这个戊子大运，也就是开始于2000年，大运送了一个子水。这个子水它填实了原局的空亡，它就像一场及时雨从天而降。它通过子辰半合、子未穿、子卯刑这种形式压制了狂暴的火，滋润了尘土未土，从而未土生金，让这个食神得到滋养。所以在这个戊子10年，是范玮琪才华横溢，成为双生天后、名利双收的黄金时期。然而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就暗中标记了价格，一旦他走完这个10年子水大运，让他进入到现在的丙戌大运，大运丙火为寅，戌土又是火库，辰戌相冲，火上浇油。所以在这个丙戌大运里，他从知性天后到了全网贤妻，这不是运气不好，这是八字五行走到忌神大运的必然崩塌。看懂了范玮琪这套越立人设越翻车的出场设置，你是不是对他现在的处境多了一些命理学上的同情与了然？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正处于火炎土焦，连说话都容易翻车的大运里，范玮琪他凭什么敢在2026年这个丙午纯阳火年这个盛夏去参加乘风2026这样一个主打全开麦直播的残酷的迷你修罗场？且听我下回分解。第2章飞蛾扑火，范玮琪乘风2026运势大排雷。在第1章，我扒开了范玮琪知性天后的外衣，看到了他八字里那个致命的系统漏洞，也就是枭神夺势。他太爱面子，导致脑子短路，祸从口出。带着这个极其怕火的易碎体质，他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什么？2026年，他踏上了乘风的舞台，又将上演怎样的命运大戏？我们接着往下盘。第1节忌神大运的审判，为什么他会沦为全网贤妻？很多粉丝不明白，当年那个唱着最初的梦想的范范，怎么就会成了如今干什么都能被骂的万人嫌？答案就藏在他现在的这个丙戌大运中。这是开始于2020年到2029年，因为天干丙火伏寅，这在命理上叫做岁运并临，忌神绝地。它主要带来的影响如下：第一方面，火炎土焦，理智缺失，因为这个丙火它与年干的丙火为寅，满天大火，而这个地支戌土它又是火之库，它原本八字就是火土不旺，而这波大运直接把它扔进了炼丹炉。火它是正印，它代表极度的自我中心和包袱感，在这个大运里，他很难听进别人的劝告，容易陷入受害者情节。我明明是好意，你们为什么都要骂我？另外，地支戌土火库，它会去冲这个年支的辰土水库，辰戌相冲，底线崩碎。这个辰土是原局唯一的湿土，这代表他的冷静、圆滑和情商。而这个辰土被大运的戌土一冲，沉重的癸水就被蒸发了。在这个大运没有了水的润滑，他的为人处事就会变得生硬、干瘪。所以我们看到她在疫情期间，在闺蜜风波中，在老公的丑闻里，她每一次试图真诚发声，最后都演变成了灾难级别的公关危机。第2节丙午赤马年，一场残酷的降维打击。时间来到2026年、05年，这个丙午是什么概念？这是60甲子里火气最暴躁的一年，纯阳之火，所以我们称它赤马。对于一个急需水来救命、极度怕火的范玮琪来说，在忌神大运里撞上了忌神流年，会发生什么？就是带着这样焦头烂额的运势，范玮琪他却逆势而动，出来参加热门综艺。他为什么要在今年出来？那是因为大火烧得他太焦虑了，满盘的丙火在疯狂地催促他，你要去舞台上证明自己，你要夺回属于你的荣耀。然而这根本不是命运的恩赐，这是忌神在蒙蔽他的双眼，让他犹如飞蛾扑火般主动跳进了乘风这个名利修罗场。第3节流月曲线预测，从回光返照到中途崩盘，来都来了，我们就用流月来推演一下范玮琪在这档主打直播全开麦的节目里，他的运势曲线究竟会怎么走？初舞台是在4月3号，大概是在辛卯月底到壬辰月初，这可能是他整个节目里最高光的时刻，因为辰土是湿土，天干透出壬水，水能救火，
这叫做久旱逢甘霖。他的初舞台大概率会引发一波强烈的情怀杀，大家会突然觉得，哎，他安安静静唱歌的样子还是挺美的嘛。而到了二宫，也就是5月份前后，直接进入到癸巳月，火气开始抬头。这个巳火入局，与原局的巳火伏吟，它联合午火实质的未土，形成了4、5位南方3会火局。水杯烤干，真人秀的摩擦开始显现。我预计在这个月，范玮琪他某些为了立人设而说出的不恰当的话，极有可能被镜头捕捉，并在热搜上引发新一轮的群嘲。而3宫、4宫大概是在5月下旬，这可能是车祸现场的爆发期，高能预警。尤其是进入到甲午月，流月的午火与流年的午火伏吟，甲木生午火，木生火，漫天狂飙，5位相合，火克金，这把火会把他八字里代表嗓音的这个心经给烧融。在全开麦的高强度排练下，它大概率会出现严重的声带问题，例如失声，或者在直播舞台上出现突兀的破音。这对一个专业歌手来说，那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社死。第4节命理评分与终极预测，综合原局的系统漏洞、大运的火炉煎熬，以及流年赤马的烈火，还有流月的步步紧逼，按照满分100分，我给范玮琪这次乘风2026之旅打出的分数是35分，归属于绿界圈。他能成团吗？绝无可能。他能挺进总决赛吗？很难。我的结局预测，湖南台前期需要他的争议来祭天赚流量，但是到了中后期，当火势大到不可收拾时，极重面子的他恐怕将再也无法承受全网的群嘲以及身体的罢工。我做出大胆的预测，在4宫前后，他的团队大概率会发布一纸声明，以声带问题、身体抱恙，或者是需要回归家庭照顾孩子为由，宣布中途退赛。这就是硬性危机的人在崩盘前给自己保留的最后体面，也是芒果台能接受的方式。大家明白了吗？乘风破浪，它从来就不是什么起死回生的洗白池，它是一面残酷的照妖镜。尤其是在全开麦的2026，在九子离火大运的大气候里，唯有真实与坦荡才能浴火涅槃，而虚荣与执念只会被烧成灰烬。第3章丙寅锦囊与终极寄语，放下执念，原谅自己。前面我们用残酷的命理逻辑推演了范玮琪在2026年乘风舞台上可能遭遇的事业与口碑双重滑铁卢。懂命理的朋友都知道，做这种带有极强的运气预测的视频是命理师的深水区，很多大师都不敢做这样的视频，因为极容易被打脸。但是我依然想把推演的未来选择说出来，不是为了装大师、装神算子，不是为了看笑话，更不是为了落井下石。作为一名心怀善念的命理师，看破命局的病，就是为了寻找破局的药。知命是为了用命改命。我在此送上丙寅命理锦囊，只要照做，即使在满盘忌神的赤马之年，范玮琪依然有机会化险为夷，甚至逆风翻盘。丙寅命理锦囊，火炎土造的求生指南。锦囊之一，物理禁言，少说多唱，化解消神夺食。范玮琪八字里最大的病就是这个丙辛合印制食伤，这个代表人设虚荣心的丙火合克了代表表达和嘴巴的心经。在真人秀里，他只要一开口解释，一试图展示我很委屈，我很真诚，那就必定会被剪辑放大，引发群嘲。那么对策就是在节目里，我们要把嘴巴封起来，除了歌唱和必要的沟通以外，绝不主动挑起话题，绝不参与任何关于友谊、过往、家庭的深度访谈，把所有的精力全用来保护嗓子，也就是保护这个心经。只要他能安静地站在那里，用那副老天爷赏饭吃的这个治愈嗓音把歌唱好，观众的耳朵是会宽容的。范玮琪在这个节目里唯一的生路，就是立足一个我只管把歌唱好，其他一切俗物我不懂也不掺和的高冷艺术家社恐人设。丙寅命理锦囊之2，放弃队长执念，对手高冷倭寇。范玮琪骨子里是有极强的清高和自尊，也就是硬旺，他绝对学不来逢迎和抱大腿。如果当队长，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极其执拗的大家长，他会觉得我都为你们付出那么多，你们怎么不理解我？而队员们可能会觉得这队长根本听不懂人话，沟通太累了。这种自我感动式的管理，在剪辑的放大镜下，绝对是一场灾难。所以范玮琪必须远离队长之位，不要试图在30个女人中去扮演什么知心大姐或者好闺蜜这种角色，因为她缺乏人际交往的边界感，越管事越招黑。她最完美的生存策略就是放弃社交，把自己降维成一个毫无世俗欲望的技术流倭寇，把对外沟通和排兵布阵的权利全部交给那些八字金水旺、情商极高的姐姐，比如说萧蔷，自己只管在角落里安静练歌，用少说多唱的距离感来保全自己的体面。丙寅命理锦囊之3，寻找金水系姐姐做依靠。我们之前论断范玮琪的命中财星空亡，因此他缺乏人际边界感和高情商。如果他和同样火土旺、情绪化、爱面子的姐姐抱团，必定会互相拖累。那么对策就是一定要找那些八字里水极旺或者金极旺的姐姐，比如冷静理智、极具大局观、说话一针见血的实干派。因为水能灭火，能降燥，金能生水，并在这些人间清醒的姐姐身边，让他们替自己挡住媒体的明枪暗箭，听从他们的战略指挥，这是他最完美的避风港。
所以千万不要主动去搞人际关系，否则那就是把自己的短板暴露在别人的枪口下。应该奉行君子之交淡如水，们只谈工作不谈交心。丙年的命里锦囊之四，物理降温，谨防金融水干，这是保命红线。2026年夏天火气爆表，在长沙的高温和高压排练下，它极容易出现声带失声或者极度的焦虑。那么对策就是随身携带大容量的水杯，及时物理补水，要佩戴重金的饰品，服饰上尽量多穿黑色、蓝色系或者白色、金色系，绝对避免大红大紫。住宿的房间，床头朝向北方，床头放一杯清水，切忌熬夜，忌食辛辣。睡觉前循环听溪流等纯自然的音乐，必须保住心声的最后一点真音。尾声，终极寄语致那个唱着最初的梦想的女孩。在视频的最后，我想和大家交交心。这几年，只要范玮琪一出现，弹幕里总是少不了嘲讽和谩骂。但是，当我们用命理的视角走过她这半生，我其实感到一种深深的心酸。范玮琪，她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她只是一个被八字里过旺的印星困住的虚荣又笨拙的普通人。她太想讨好所有人，太想维持那个完美学霸、完美闺蜜的壳子，结果在命运的祭神大运里，被这层沉重的壳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扪心自问，屏幕前的你我，谁的八字里没有忌神？谁能绕得开忌神大运的考验？谁的性格里没有被五行能量裹挟的偏执和愚蠢？如果我们因为一个人在命运低谷时的笨拙与失态，就去肆意的踩踏他、嘲笑他，那么我们又能比他高明多少呢？不要忘了，在那些年少轻狂的岁月里，是范范的最初的梦想给了我们在考场上、在跌倒时、在失意时咬牙坚持的力量，是他的是非题和最重要的决定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涩的初恋和迷茫的青春。就凭这些曾经真真切切温暖过我们的音符，他也值得我们在他飞蛾扑火时保持一份最起码的尊重和善念。知命是为了悲悯。2026年这场乘风之旅对范玮琪而言注定是一场残酷的试炼，但是我想对他说，愿这场丙午年的大火烧掉的只是你身上那些不切实际的人设和执念，而不是你对音乐的初心。哪怕只能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最后一次完美的演唱，哪怕走不到终点，只要你学会放下虚荣，学会原谅那个不完美的自己，那么这一趟你就没有白来。祝福范玮琪，也祝福屏幕前每一个曾在黑夜里挣扎却依然试图寻找光明的你。我是丙延子璇，用冷冰冰的命理讲有温度的人生。我们下期浪姐预测不见不散。